这是抑郁症患者走饭在2012年发的最后一条微博。几个小时后，他被证实自杀身亡。过去7年，许多自杀亡者的微博成了网络树洞，每天都有上千人在里面倾诉自己的痛苦。一个救援组织看到了他们，并且尝试通过 AI 的协助，试图挽留这些生命。为了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树洞救援，我们来到了北京，拜访发起人黄教授。是黄教授吗？你好。这一阵子就特别紧急情况特别多，上海的救援团负责人发给我说，我已经给上海的警方报警了。黄教授说的紧急案件，指的是1小时前 AI 程序检测到的一条留言。一个男孩准备在今天下午自杀。树洞救援组织利用 AI 算法定时搜寻树洞的新留言，筛选出判定为高自杀风险的用户。黄教授会将机器筛选的结果发到微信群，由志愿者进行人工干预。出于隐私保护，人工干预主要靠线上微博私信，除非是少数有紧急生命危险的情况，才会展开线下的干预。然后点起来，那你可以看一下，树洞机器人006号，现在他就开始寻找那些高自杀风险的这些人。这个已经形成了监控通报了，大家看马上就能看结果。现在每天我们大概会采集到3000多条到4000条的这些信息，那么从这3000多条里面，大概会定位出100多个人处于这种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我想看一下他们的消息，就是我真的好想死啊！可为什么我有家人？刚才那一条又出来了，这一个，然后他说下午跳楼离开，微笑。这样一句话，机器最开始识别到的是不成句子的一个个文字。树洞救援使用的 AI 检索算法，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教会了机器怎样像人类一样去理解这个句子，再结合知识图谱技术，让机器能明白字词的歧义，句子形成逻辑。到了这一步，机器则能够认知到里面的信息，最后做出相应的决策。回上海以后，我自己也去一个树洞进行了浏览。这个树洞真的一直在刷新，每点开一下都是50秒前、20秒前。树洞 AI 检索首先胜在效率，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阅读完2000多条留言，并筛查出60多条结果。如果是我人力筛查，一样的时间只能看200多条。机器检索会根据留言提到的负面情绪、自杀意愿、实施自杀方式、日期进行组合，从而判断留言用户的自杀风险等级。其中 AI 会把强自杀意愿到自杀开始实施的高风险人群筛选到推送中。你就看它从5、6、7、8、9往上排，整体上是级数越高，确实看着越危险。这有2个评为7级的消息，一个是烧炭只要买好烧烤炭，关好门窗就好了吗？另外一个是想跳楼啊，越来越想了。这2个其实都有讲到具体的方式，但是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时刻。然而在这个筛查机制下，如果留言中没有清晰的时间或自杀方式表达， AI 可能就无法正确的判断用户的风险等级。我们现在的准确率已经到了82%，如果是漏掉的话，也可能会漏掉1、2条。但是对我们目前来说还不构成重大问题，因为就是我们发现的那些人，我们现在也没法全部都救。知道他面临危险，但是不能去救，实际上我们是很痛心的。每天 AI 能筛查出100多个新的高自杀风险用户，但这只是第一步，最终的人工干预还是需要救援团的志愿者分工合作。
每个月有30多个救助人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平均一天2-3个是肯定有的。总共参加了13次救援活动，现在还保持联系，有4-5位个被救援者的样子吧。参与救援100多次，目前经常联系的大概有30多个人。2017年，中国每天平均有360个人自杀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曾经在树洞上留下过讯息。目前树洞有500多名志愿者，但面对每天新增的案例，树洞救援还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加入。在现有的志愿者中，毫无心理背景的占比大于60%，精神科或心理科专家、执政心理咨询师只占不到40%。树洞救援团也为此准备了志愿者培训项目，让志愿者了解如何开展干预工作。这个呢是每个树洞志愿者在开始真正的救援之前都会拿到的一个指导建议。我觉得我最关心的是与被救援患者建立联系，以及面临特定问题的救援策略。基本上这些小伙伴他们的这个自杀呢，就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吧，有点感情这个失败呀、失恋呀，学业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家庭问题，他夹在中间这种离异的家庭之类的，又面临升学压力，还有一些疼痛性的慢性病，还有一些网贷比较多。小一点的13、14、15、16岁的啊，就是从初中生到大学生这个范围之间。这些处于危险程度的人，女的跟男的比例是3:1，多数都是年轻的女孩子。潜意识里其实是觉得自杀人大部分是因为抑郁，但是自杀的原因相当复杂，它其实涉及到很多他现实生活中碰到的糟心事儿。加入一个志愿者见习群后，我每天都会收到3到4次的检索通报。你很难不注意到，因为他每个消息抬头都是自杀风险几级，你就会看到满屏的自杀风险。要让我一直利用上班生活的碎片时间去关注这些消息，感觉对我的精神也是很大的考验。自己本身就对这些比较弱势的群体有一些关注吧，然后其实我自己很早也就是尝试自己在做类似事情，只不过没有这么具体。我虽然是医生，但是并没有心理学方面的训练。其实我是一直被我们群里对陌生人从没见过的这种担当所鼓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是这个群体的不被理解和他们的艰难，所以呢，我很坚持在这里面推动一下，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共鸣，来去帮助这个群体。截止到11月中旬，通过 AI 检索加上人工干预的方式，树洞救援团共阻止了约1250次即将或正在发生的自杀。但救援团也知道，目前的模式可能只能阻止用户一时的轻生，因此树洞救援也在尝试与线下机构合作，建立更加完整的救援体系，帮助被救助者解决情绪背后的根源问题。没有一个人说因为我们救他了自杀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救援成功算是100%。当然没法保证他一辈子再也不自杀嘛。有的人是反复自杀了好多次，一次又一次的被我们救回来。请耐心等候。但是有一次，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信息，偷偷的走了。我们有一个叫做信条吧，叫做拯救生命是最高的伦理。个人隐私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他将要失去生命的时候，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采取措施去拯救他的生命，去阻止自杀。一开始我对树洞救援其实是存疑的，因为自杀这件事实在是太过个人的选择，而我有什么权利去干预他们？但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很多被救助者他们其实是受困一些非常现实的原因，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这个时候有志愿者去找到他们，对他们说你等一等，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与此同时，他也提醒了我应该更多的去关心身边的人。不知道你对 AI 干预自杀有什么看法？欢迎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们。